小的，却直面风雨，独行使命，留下坚定背影。乘风吧，唱演一线之歌的黎明，前行吧，未尽之旅等待我们开辟，去战吧，见证光明爱用交织搏击，守护吧，理想炙热如炬，倔强的光照亮了梦开启的方向，不再彷徨，那是你我此生的信仰，迷雾消散，找寻心里呼唤的答案，每一刻义无反顾起航。订机票就同城，天天低价，想飞就飞。同城旅行邀您收看高光时刻。你这个形容词是用来形容女生的呀？不是，我是想说，对不起，我嘴笨，不太会说漂亮话。但你做的是漂亮事儿。喂，董事长。周技改，发布会被人摸清系统替换视频的事儿还没消停，现在又来个张小北，你可真是一次次的给我惊喜啊！董事长，这个张小北啊，实在是……什么也不用说了，我现在已经派罗江校去救场了，你全力配合。是，我明白了。一堂啊，你马上以集团法务部的名义发布一个公告，记着，措辞一定要严厉啊。还有，你亲自去接一下罗江校，老头子说了，让他来救场。根据侦查人员取得的修车记录显示，被告人朱鑫蓄意更换刹车片，破坏刹车系统，致使刹车在云顶山道驾驶时因过热而失灵。再通过给本案的死者被害人，也就是被告人朱鑫的发妻，用地西帕明替换之前所服用的抗抑郁类药物，并加大剂量，致使死者在山道驾驶时因眩晕、视线模糊，继而发生事故，车辆掉入河中，溺水而亡。上述事实有物证、被告人供述、证人证言、现场勘验检查笔录等证据证实，上述证据相互印证，取证程序合法。请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。审判长，提醒您注意，本案的关键物证之一，刹车片上并没有直接找到被告人的指纹，而且刹车片系 4S 店的工作人员更换，4S 店的工作人员的维修保养记录上面就能够作为证据，所以本案事实不清，证据不足。审判长，公诉人请求讯问被告人。同意。哎，一堂，看来你没跟我说实话，看这情况比你说的可要复杂得多。小顾，绕后门，从地库出口下。领导，出口是逆行。想办法。一堂，冷静点啊，没事，不慌张。罗老师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公司委派我今天来接您，本来还给您准备了一个入职仪式，但没想到入职第一天就要让您当救火员，真是委屈您了。哎，这就是我的工作。危机公关对任何一个公司来说都是双刃剑，有的时候啊，未必不是机会，啊。您这么说，我心里就踏实了。李总，董事长刚刚给你打电话问我这件事了，赵总也发了半天火了，心情不太美丽。
赵总，罗老师到了。哟，罗教授啊，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罗江笑罗总今天正式入职我们汇泉集团公关顾问，大家欢迎。对于罗总，大家肯定不陌生啊，大家放心，会后啊有的是时间让大家亲近罗总，满足你们这些人没见过名人的好奇心。好了，我们开始说正事儿。罗总，还是您来说两句吧。赵总，我申请啊，以后还是让大家叫我罗老师。好，大家都听见了啊，以后要叫罗老师。好，罗老师。那罗老师，从您专业的角度上来说，您有什么建议呢？被告人朱鑫，你在庭审过程当中的供述是否属实？基本属实。你是在什么时间送死者的车去保养3月3日。保养哪些项目？刹车片异响，更换刹车片。4S 店一共有几名工作人员在场1名。你花费了多少钱？刹车片300，人工费150，我记得很清楚。因为这个还吵了一架。是谁为你收费开票的？就是这个人。下面由公诉人出示一组证据：一、3月3日被告人在4S 店的消费票据，证实被告人在该4S 店的消费项目确实是更换刹车片。2、4S 店的采销记录，证明刹车片系原厂出产的合格产品，进货渠道合法可靠。3、4S 店刹车片的内部安装流程以及安装后的效果图。这件事可以从3个方面探讨。第一呢，根据网络安全法的规定，网络经营者应该加强对其用户发布的信息进行监管，发现法律、行政法规禁止发布和传输的信息，应该立即停止该信息的传播，并且采取相应的措施，防止扩散。也就是说，张小北自杀的直播，后台没有及时的暂停和封号，汇播作为播出的平台，肯定是要承担部分的责任。9、4S 店员工人证言，自己平日接待的客户众多，对每个客户的印象并不深刻。有位律师找自己取证时，曾向自己反复提示是在 4S 店更换的刹车片，所以后来自己才随口说的确实是在 4S 店更换的刹车片。第二，民法典规定，自然人享有人格权，人格权包含生命权，且人格权不得放弃、转让和继承。自杀行为违反了公序良俗。更重要的是，张小北现在只是下落不明，并没有宣布失踪或死亡。第三，对怂恿他人自杀，对自杀者具有教唆心理帮助的，涉嫌故意杀人罪的教唆犯、帮助犯，可以提起诉讼。当然了，这并不绝对。根据刑法第29条规定，教唆他人犯罪的，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。请证人退庭，下面请辩护人进行质证。上个月3号，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何路元警官和龙艳玲警官于当天晚上11点后突然折返，返回被告家后，将被告带回市局刑侦支队进行讯问。当天，2位警官并未携带搜查证。据我的当事人反映何警官在被告家的车库里，用被告的车钥匙打开平时驾驶的车辆进行检查，并且在驾驶台的储物箱里面发现了药物残渣粉末。后经市局技术部门鉴定，
药物残渣粉末同死者所服用的药物是同一种类。但是何警官此次调查过程当中，他的程序上出现了严重的漏洞和瑕疵，故我方认为此事证据应该作为非法证据，不予采纳。综上所述，慧泉和这件事没有任何关系。虽然慧泉刚刚收购了绿波，但他们都是独立的法人，承担独立的责任。当然了，绿波作为播出平台，要承担监管不严的责任。张小北的自杀直播，更是违反了网络安全法，所有起哄的网民都涉嫌教唆犯罪。至于这法不责众，我们在这儿就不探讨了。也就是说，一个绿色、健康的网络直播平台，被一群围观教唆的观众鼓动一个人进行自杀，我们慧泉应该立即起诉张小北本人，并对所有在网上发布过鼓动性文字的用户进行禁言乃至封号。在这件事情上，慧泉应该变被动为主动，通过这个事情的发展，向社会传递一种正确的理念。同时，慧泉才是这件事情上最大的受害人。请公诉人答辩。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38条，进行搜查必须得向被搜查人出示搜查证。执行逮捕、拘留的时候，如遇紧急情况，不利用搜查证也可以进行搜查。辩护人请求发表辩护意见。同意。现有证据不能够证明搜查的时候处于紧急情况。庭前辩护人申请侦查人员出庭，但是辩护人刚刚得到的消息，侦查人员拒绝出庭，因为侦查人员没有出庭证明取证程序的合法，所以若干侦查人员所取得的证据应该属于非法证据，予以排除。请公诉人答辩。侦查人员因紧急情况目前无法到场，现在由公诉人当庭出示执法人员执法记录仪录像，证明取证合法性。审判长，既然公诉人不能让公安侦查人员按时出庭，我方提请先让本案的重要证人林双出庭作证。肖总我建议慧波这边还是开一个新闻发布会，及时说明情况，积极道歉，先发制人，在24小时之内发生，这是危机公关的基本处理方式。好，罗老师还是厉害啊！厉害，厉害！审判长，辩护人提请新的证人出庭，并没有事前申请，此为新证据，是证据突袭。所有的证人证言必须得要先进行法庭、公诉方、辩护方三方确认方可进行。我们之前没有在证人名单上见过林双这个名字，所以请法庭对辩护人的要求不予批准。证人林双是什么人？林双是原芳芳小区的美发店老板，也是亲眼目睹公诉人口中所谓的破坏刹车系统的现场证人。审判长，我方也是刚刚在15分钟之前才和林双达成了共识，他愿意出庭作证。鉴于此人是本案极为关键的目击证人，恳请法庭允许他出庭接受询问。这方只是活血化瘀，心死兄弟192条。这人命关天的事儿，要是不出意外，我估计审判长会动。是，疑罪从无，只要确实是关键的证人，我们也不好再坚持。如果该证据对查明本案事实有重大影响，
即使证据涉及突袭，也可以让证人出庭作证。本院同意被告方突然提出请凌霜出庭作证的请求，但同时也考虑到公诉方需要时间做准备，故作出延期审理的决定。法警到，带被告人回看守所继续关押。现在休庭。全体起立，请审判长、审判员退庭。哎，安检长官来了，快！安检长官，请你谈一谈对方在庭审中突然提出的证人黎霜，以及你方并未出庭的证人何警官对定罪的影响。这不一并延期审理了吗？没有任何影响。来，各位记者朋友们，如果你们有什么想提问的，到时候我们检察院会做出统一解答的。鉴于择日庭审还要继续，为了不影响庭审方向，我劝大家都先散了吧。谢谢大家啊，谢谢，麻烦稍微让一下，谢谢。哎，核对，哎呀，小心！哎呀，你尸体，来，快，擦点水。核对，多危险的！核对，刚才你为什么跳下去？核对，你刚刚在做什么？核对，您为什么选择跳河？您觉得张小北最后决定跳河跟贿选有关系吗？核对，您是否可以透露一下张小北跳河？现在这个案子还在调查阶段，我们无可奉告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我要退一下。喂，记者朋友们，我要退一下，不好意思，快，帮我退一下啊！核对，你干嘛呀？还要命吗？你刚才那一跳，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。也就是你水性够好。这正是我纳闷的地方。这张小北水性比我好，你说他想自杀，为什么选择跳河呢？核对，您衣服、手机一直在抢。哎，安妮，怎么样？旗开得胜吧？突发状况，延期庭审。哦，没事儿，这个也不至于耷拉个脑袋啊。这朱鑫案，你们这个证据链条做成现状已经很不错了。哎，再说了，这庭审上表现的也不错呀。哎，你们不是做了各项预案了吗？是做好了各项预案，但是因为现在是互联网时代，信息几乎全都是裸奔。我倒不是有多沮丧，就是这个何路元他答应好要出庭，突然又出幺蛾子了。你说这小子，你说没事，回头我见着他，我替你多骂他几句啊。对了，那个郭检好像有事找你，你收拾，赶紧过去。啥事儿啊？好像是723的事儿，那个监狱那边打了个电话过来。哦，那行，那我过去了，辛苦了。来，王哥。轻盈无边天山白，淘淘养眠卫生巾，邀您观看精彩剧集。他们会坐等好戏。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安妮同志，请继续。他们应该都串过供，不管怎么问，所有人都说李全就是老 A。我也问过李全，他也是一口咬定自己就是老 A。不过就在刚刚，郭检告诉我，李全那边好像有新的情况，想要跟我面谈，估计是给他看过保罗的视频，应该对他起了作用。对，郭检，下午10点有个联防联通的会，我得走了。好，你去吧。安妮啊，现在是咱们两家合作，这信息的及时沟通交流很重要。我希望咱们每一个人都落实到实处。安妮刚才说的老 A 这个事情，您等一下。不用我再提醒你了吧？在这儿，你代表的不是你自己，你代表的是公安的形象。
你说你都干了些什么？人家那是庭审，你是证人，啊，你说走拔脚就走了。是我知道你关心张小北，关心小北的人有很多嘛，好几十人都在这盯着这件事情。出于对宛如的情感，出于什么，我们都必须在那盯着，不是少了你就没人关心这事。老张，老张，哎，莫不是你们核对跟张宛如之前是这个？嗨，在人的情感世界中，有3种感情是最可靠、最重要的：亲情、爱情、战友情。亲情和爱情容易被时空削弱，我们这种职业天天面对危险，战友情远重于爱情，所以啊，怨不得核对。毕竟是烈士张宛如的弟弟，完了我也不比他平静啊，更何况这个张小北，那是核对看着长大的，也算共同成长吧。反正我能理解他。理解理解。白局这事儿我没什么好解释的，您要处分我，让我检讨，我都认。你亲自去了，人也还没找到，对吧？没有。不还是的吗？这事情现在这个舆情都已经引爆了，全社会的关注度这么高，那我们必须要认真的给社会一个交代。查，必须要认真的一查到底，不管涉及到谁。你还杵这儿干什么呀？我问你还杵这儿干什么？您慢走啊。顾姐，喂，罗老师您好，是我肖木恩。啊，有什么指示啊？哎，不敢。其实呢是有一个请求。哎，肖总，你太客气了，有什么话直接说。好，今天啊，听礼仪堂李总说，张小北这个事情啊，现在比较复杂，说是由您亲自负责。当然，我跟张小北并不认识，可他毕竟是我们汇播的主播，又是在我们汇播的平台上出的事儿，我个人啊是十分难受。
我就想说，我们能不能暂时先别起诉他，先放一放。罗老师，您看啊，我们现在这个该报案都已经报了，记者会呢也开了，后续的声明肯定也少不了。您要知道，现在全网的热点都在他的身上，而且他人是生死未卜啊。如果我们这个时候起诉他，可以在大众面前表达一下我们公司的这个态度。可是，舆论呢？舆论会对我们非常不利啊。您要知道，现在网络上那些键盘侠，可都是一些不太讲情面的群体啊。您说呢？啊，肖总啊，是这样的，我这儿肯定没问题。毕竟是赵总做的决定，你最好还是信息同步。我们不一定非要起诉张小北。我个人认为啊，咱们可以有更便捷的方式达到公司的要求。谢谢罗老师，没问题。啊，那再见。来了，我菜都点好，赶紧做一趁热吃。你不光点好了，你都吃上了你。我给你倒上。这呀，今天不是周六，你让我喝酒，你想让我脱警服啊？我就说你这人死板吧，像下班时间没什么事喝2杯咋的？你见哪个刑警有下班的时间了？啊？说吧，找我什么事儿啊？我请你吃个火锅，我还非得有什么目的性啊？没劲了！你要没事，我走了啊。别，我那个有点小事。说，借我点钱。张小伟，你是吃钱的啊？10天前我刚给你转了1500，你就是花光了。我这用钱地方多呀，1500多块什么的早就没了。不是，你给我说说你都什么地儿用钱？你说。不要，我那个什么，交了个女朋友。那你想呀，交女朋友多费钱，你不得请人吃饭看电影啊？那还真是。那你要不这样，你现在给他打个电话，你让他来，我看到他真人，我立马给你转钱。什么呀？我才跟人好了几天，怎么带过来见你啊？我再说了，你算我什么人啊？我怎么跟人姑娘解释啊？我这话说的，对呀，我算你什么人啊？你没钱你就找我要，啊？我算你什么人？我姐没了，你自己说的，你会管我的好吧？你还好意思提你姐？你姐要知道你这样，我揍死你！揍我干什么呀？啊，你要不爱见你就赶紧走。有脾气，好。姐夫，你要真走啊？我姐不在了，我爹也老了，这个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就是你。哎呀，你这张嘴啊！我给你转了1000块钱啊，省点花。怎么1100啊？你什么时候买过单啊？干嘛不抽啊？你也出来透气儿啊？这不戒了吗？我们单位那个卤汁队查出来肺癌以后，我也去体了个检，肺上有结节。我不是怕死，战死沙场我不怕，但是要是因为生病不能上战场，我就觉得太不值当。
既然你抽不了烟，吃点这个吧。我那天就挺纳闷的，你为什么会随身带瓜子啊？习惯。我们阅卷的时候呢，都顾不上吃饭。王主任他会带一些饼干，韩轩呢就带一点包子，我就带点这个，随便吃吃就行。其实我之前见过张小北几次，对他印象不是那么的深刻。第一次是在他小时候，婉如师姐带着他跟我们一起吃过饭，小小的很可爱。再一次见他，长大了，是在婉如师姐的追悼会上。姐姐是英雄烈士，我们永远都会记得她。以后遇到任何困难，都可以来找我。婉如师姐，我跟她在 A 谷接头，她在我面前牺牲，这是我最大的遗憾。这事儿不怪你。我越想在脑海里记住她的样子，她的样子也就越来越模糊。说起来啊，倒是我觉得亏欠他的。我们单位很多人以为我们俩是一对儿，本来我一直想找个机会，想把这事儿跟他解释清楚。其实你之前突然从法院走，我还挺生气的。但我后来知道你是为了去找张小北，谢谢你啊。谢我什么呀？谢我去找张小北？不是，我谢谢你让我了解到了真正的河路源，而不是之前跟我针锋相对的河队。为了表达对你的感激，我向你分享一条信息：723专案当中的被害人账户里有一个户主就叫张小北，只有找到张小北，我们才能深挖到真相。是啊，那得先找着他呀。你刚才去了现场，情况怎么样？该用的手段都用上了，下游3公里也派人在搜，但是到目前还没有消息。哎，不如一会儿咱们去看看吧。有困难也得捞。刘队，哎，何队，哎，刘队，这位是小弟妹。我结不结婚你不知道啊？什么弟妹？这是市检察院的安妮检察官，怎么样了？这不一直在搜救吗？没任何消息啊。如果跳河的人已经死亡，尸体会经过先沉点再上浮的过程。沉点的话，清水河的水流根本没那么快，什么都没发现。是，如果溺水死亡的人，应该是6个小时以后就能飘上来。你们一直在搜，没搜着是吧？刘队，咱们换个思路啊。假设张小北跳来以后，他又不想死了，他害怕了，那这附近哪儿能上岸？刚才救援的兄弟说啊，清水河的河水不深，但呢也很特别。这清水的河床啊都是直立的，他根本就爬不上来呀。那下游是哪儿？下游有几个分支，但最终河水呢还是到了南水市。哎，这要是他一口气游到南水市，也不太可能啊。他必须得中途起来换气。那你看到处都有监控，为什么都没有拍到他的呢？喂，真的啊？我和何队在一块儿，我们过去看看啊。怎么了？韩轩说有一些网红在张小北租住地进行直播，你看看。为了收集和固定证据，安妮，我们马上过去一趟。行。刘队，那我先走了啊。好，辛苦。谢谢。你在这多盯着他。谢谢。来。别怕。
月11日付1500，2月12日2000，2月27日欠13000。玩游戏借这么多钱啊？电脑打开了。你放下手头的工作，帮我查一下张小北在汇泉的游戏账号，从他注册那天开始，一个信息也别落下。爸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你这是干什么啊？您不会是心虚了吧？心虚？我害得他吗？我心虚什么？倒是你呀，这么胡乱带节奏，你是非常危险的。哎，做过调查吗？你了解事实吗？你是警察还是法官？听风就是雨，被人当枪使。你都这么大了，怎么没有一点独立思考的能力？赶紧把他给我删了！看什么看？罗小婷，我告诉你，这事没得商量。为什么呀，爸？您看看您现在的样子，哪儿还像个全国知名的法学专家？爸，你至不至于啊？到底怎么了？这是？小婷，你都26岁了，自从你妈去世以后，爸爸很少对你发火。今天也不是跟你生气，爸爸是替你担心啊。你想想，从你干这件事开始，你受到过多少次威胁？你知道吗？每次你受到威胁的时候，爸爸都好几天睡不着觉。爸爸是担心啊，你这样总有一天你会惹出大的麻烦，甚至会有生命危险。爸，您真的不用为我担心，您是我的偶像。您忘了，您教法律教了40多年，有多少次是替弱势群体发声，被人家打击报复的？可您为了坚持正义，从来都没有动摇过。小婷啊，爸爸现在老了，爸爸什么都不图了，爸爸只图咱们父女2人平平安安。小婷，听爸爸的话啊，把它删了。爸爸，你放心吧，这事儿不会有危险的，而且这是我熬了2个通宵才写完的，您就让我发出去吧。行，你发，但你必须答应爸爸，用小号发。好。大南，我这要找你呢。哎，别跑！李丹丹，你还跑？你下来！啊！放下！我在警校天天跑5公里的时候，你还撒尿和泥玩呢。放下！哥，帮个忙，哥。下来。走开啊！没你事啊！这不何队长吗？是何队长，请你别何队长了。走。
吃点吧。这看着挺香啊。给你来一碗。何警官，你相信我呀！要不是大姐来了，我真的是……你跟谁叫大姐呢？你说那没有用，你去不去都一个样。我是真的要去救你的，主要你北哥大哥嘛。哎呀，行了，别说那没有用的了。刚才那3个人干什么呢？追债的呗。哎，我说你们这一个个怎么都搞上网贷了？缺钱啊，那个多容易，我们得填饱肚子嘛。填饱肚子？你们这填饱肚子标准也太高了吧？吃钱呐？哎，你俩是一家网贷公司吗？那不是。小北出事前，你俩见过吗？微弱的烛火，闪烁的泪光，孤独的时候，悲伤不用紧张。如果失去方向，最怕去幻想，再远也不过是远方。汗水很失落，落下都冷了，这是一段被人遗忘的时光。曾经握的双手，就算换了形状，只要剩下一个跳动热血的心脏。暴风雨很漂亮，可以自由的疯狂，也许这更像是命运乐章。总有天会晴朗，会风轻云长，成为回忆之后去欣赏。汗水很失落，落下都冷了，这是一段被人遗忘的时光。曾经握的双手，就算换了形状，只要剩下一个跳动热血的心脏。暴风雨很漂亮，可以自由的疯狂，也许这更像是命运乐章。总有天会晴朗，会风轻云长，成为回忆之后去欣赏。